我为母亲尽心打理了一整整10载。10年啊，人生能有几个10年？我错失了在外企轻易晋升的机会，眼角爬满细纹，皮肤暗淡无光，即使是和丈夫童志强静静的看场电影，也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那我母亲呢？春节阖家团聚，本该欢笑喜庆的日子，她每天都在不停的抱怨我这个女儿。在她那布满皱纹的嘴角，她觉得我一无是处，苦苦卑微如尘埃。而他那3个儿子才是他心中的天，是他的全部，他晚年的唯一指望和庇护。既然如此，既然他的心头肉是儿子们，那这份赐予伺候的恩惠，也该让他们亲自体验一番才是吧。直到我终于忍无可忍，在一次家族热闹的聚会中，平静地提出，从今年开始，让大哥、二哥、三哥轮流照料他，一人4个月，既公平又合理。这番话一出口，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立刻炸了锅。他们或许以为我只是在随口说说，发个脾气罢了，像以往那些次，抱怨完了还会默默承担一切。可他们不知道，这次我是真心实意的在说话，心中的隐忍之弦，在他当众翻黑白，哥哥们集体沉默的那一刻，彻底崩断。一场家族的风暴已在酝酿，似乎山雨欲来，风云聚集。而我沈静和已做好了推翻这场不公不义的牌局的决心。清晨5点半，闹钟还未响起，我的生物钟已然准时唤醒我。窗外依旧是一片墨蓝色，远处几盏孤寂的路灯，像疲惫的眼睛，微弱的放出光芒。我悄然起身，洗漱完毕，步入厨房，打开冰箱，取出昨晚事先分装的降压药和控糖药，按严格的剂量放进药盒。电饭煲中的稀饭已预约好，米香袅袅升起，浓厚细腻，是我母亲唯一能接受的口感。一些用心切好的酱黄瓜丁和肉松已提前准备好，因为她牙口不好，只能食用这些。10年如一日，这些动作已深深融入我的肌肉记忆，熟练的像是一台设定好的机械。6点整，我端着温水和药，步入我母亲的房间。室内弥漫着老年特有的气息，夹杂着药香和一丝若有若无的沉闷感。妈，起床啦，该吃药了。声音轻柔而低沉，她轻哼了2声，翻了个身，连眼皮都没睁开。我忍耐着再叫了2遍，才扶着她颤巍巍地坐起身来，喂药，润润喉咙，帮她穿衣，送她去洗手间洗漱。每一个动作都温柔细腻，却带着一种常年累积形成的几乎麻木的机械般规律。阳光从窗帘缝隙中悄然漏进，洒在地板上，投出斑驳的光影。上午，我为他读着报纸，他靠在沙发上，不时打个盹或挑剔地说道：“这报上写的东西真没意思，都是些没用的东西。这字体太小，看着太费劲了。”偶尔，他会突然聊起：“哎，你大哥昨天打电话来，说他们公司又拿下了个大订单，真厉害。你二哥说，他们家的程程期末考试又是班里的第1，跟他爸一样聪明。”他从不关心我的工作，也不问我生活是不是辛苦，仿佛我的人生就应该自然而然地围绕着他转转。背景音乐里浮现出我早已模糊的身影，那个曾在外企工作的雷厉风行，被领导看好的沈静和，是朋友微信群中永远缺席的我，是和丈夫童志强从无话不谈到相顾无言，逐渐变得疏离的2人世界。客厅的墙上悬挂着我们结婚时拍的照片，照片中我笑靥如花，眼中充满光彩。如今照镜子，看见的却是眼神疲惫，像一口枯竭的井。10年的岁月，到底带走了什么？
抹去了哪些记忆？春节临近，兄弟们也纷纷演起了孝子的戏码。大哥沈栋梁手提2个漂亮却浮夸的高档补品盒子登门，金光闪闪的礼盒，恰似他那浮华的虚荣。他只是象征性的坐了半小时，讲了几句场面话。妈，你就安心在这儿享受我妹的孝心吧。静和一直很孝顺，我们都很放心。随即，他的手机突然响起，他满脸忙碌，皱着眉头，像个日理万机的总裁，然后匆匆离开，留下那2只补品和我妈满足的笑容。二哥沈家国倒是真心实意的带来一沓鼓囊囊的红包，里面塞满了崭新的钞票，红纸包着的钞票厚实的都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他陪着我妈聊了会儿，话题永远绕不开自己生意的难题，孩子调皮的趣事，老婆花钱的能耐。抱怨之余，夹带着几句对我的认可。静和啊，你辛苦了，妈妈和你在一起，我们都放心。然后借口就溜走了，红包留在手中，责任也随之而去。三哥沈国平携着妻儿一起来到，随意吃了一顿晚餐。他大概是兄弟中经济最拮据的，话语不多，显得拘谨些。临别时，他偷偷趁没人注意时，将500元悄悄塞到我手里，低声说：“静和啊，你辛苦了，这点钱买点啥用？”眼神中带着一抹愧疚，却又那么微不足道。他们的孝顺就像春节外的绚丽烟花，瞬间璀璨，然后瞬间消散在夜空，只剩下满地的纸屑和刺鼻的硫磺味道，轻飘飘的，如羽毛般落在我肩头，却让我感受不到一点分量，只有被忽视的无声的嘲讽。夜里，我为母亲泡脚，用热水轻揉她浮肿的小腿，她满足地哼着杂乱的曲调，眯着眼睛，很快便睡着了。我轻手轻脚为她盖好被子，然后走出了房门。客厅只留下一盏昏黄的落地灯，童志强还未入睡，坐在沙发上等待我，手里捧着一杯冒着热气的白开水。累吗？他轻声问，带着几分隐忍的关切。我接过水杯，摇了摇头，其实不是累，是麻木，像一条被多年拉扯的橡皮筋，早已超出了弹性的极限，垂垂的悬挂在那里，感受不到任何张力，只剩下一种随时崩裂的危险疲惫。10年过去，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只不过是为了那句邻里乡亲轻飘飘的沈静和真是个孝顺的女儿。这份名声能弥补我错失的晋升机会吗？能换回我逝去的青春和与丈夫的陪伴时光吗？能抵消我一天比一天沉重，年复一年积压心底的委屈与不甘？10年如一日的照料，连铁都能生锈吧？更何况我那颗被亲情破迷晕的心早就麻木了。我低声呢喃，像叹息般轻轻诉说，只有自己听得见。杯中的热水逐渐变凉，就像我那逐渐冰冷的心。大年30，家里少见这么热闹的场面，3个哥哥一家老小都来了。大哥沈栋梁带着大嫂和侄子，二哥沈家国带着二嫂和侄子，三哥沈国平带着三嫂和侄女，再加上我和童志强，我们一大帮人齐聚一桌，挤在那个不算宽敞的客厅里。从中午开始，锅碗瓢盆的交响乐就一直在厨房和客厅间轮番上演，直到天色渐暗。我像个旋转的陀螺，忙碌于厨房与客厅之间，洗菜、切菜、烹调、摆盘，还不断关注着我妈的需求。童志强想帮忙，但被我妈一句男的就待在外边，说话去给打发了，他也只好站在一旁看着。终于，一桌佳肴齐备，色香味俱全的年夜饭铺满了桌面，有鸡鸭鱼肉、凉菜热炒，
还有我妈最喜欢的软糯八宝饭。我累得几乎抬不起身子，坐到童志强身旁，还没喘口气，就开始敬酒。席间，大哥沈栋梁意气风发，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生意经，唾沫飞溅，仿佛整个城市的经济都掌握在他手中。二哥沈家国不时插话，炫耀他儿子这次期末考试又考了几个 A， 未来准是清华北大的潜力股。三哥沈国平依旧是沉默的闷葫芦，低头喝着闷酒。偶尔他妻子三嫂会若无其事的在桌底下碰他一下腿，嫂子们则交换着育儿经验、购物心得，或者暗中打量彼此的穿着和首饰。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片其乐融融、家人团聚的热闹场景，而我几乎没怎么动筷子，只是机械地帮着给亲戚倒酒、夹菜，像个经过培训的餐厅服务员。酒过三巡，菜肴逐渐消耗殆尽，气氛也开始变得轻松一些时，我妈放下筷子，轻声叹了口气。这是她常有的保留节目，也就是她的怨言开始了。哎呀，年纪大了，不行了，越来越让人嫌弃。她声音不大，但足以让每个人都听见，目光阴沉地扫过桌面，最终落在我身上。大哥立刻领会他的意思，放下酒杯，安慰地说：“妈，您别这么说，静和照顾得很好，您看看脸色多好了，比去年还精神呢。”他的话表面上是在夸我，其实也在帮我妈搭台子。果不其然，我妈很快摇摇头，露出一抹恰到好处的委屈。好什么好？你们根本没搞懂啊！他停顿了一下，深呼吸，感情逐渐酝酿。昨天给我倒杯水，结果洒了半杯在我身上。晚上睡觉，我翻个身慢点，他就不耐烦，啪的一声关灯，还用那种看不起我的眼神盯着我。哼！我端着刚出锅的饺子，手在半空中停顿了一下，指尖感受到碗盘的余温，心头却像寒冰般凉冽。昨天明明是他自己手忙脚乱弄丢了杯子，水才会洒出来。晚上也是他自己说困了，我才熄灭了灯光。怎么到他嘴里就全变成了我的错？我深吸一口气，试图将内心翻腾的愤怒压抑下来，勉强挤出一个扭曲的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妈，您记错了吧？昨天那水是您自己不稳拿期间洒出的，我哪敢对您不敬？身旁的童志强赶紧帮腔，语气中带着一丝低声恳求：“妈，别再多心了，静和照顾您一向用心良苦，我们都看得到。他性子直，可能说话有点不中听，但心却是真的好。”我母亲撇了撇嘴，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也许觉得火候还不够，或者时机不对。可是那满含委屈而控诉的眼神，就像细针一样刺在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我看到大嫂和二嫂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嘴角似乎还带着淡淡的笑意。难道是幸灾乐祸，还是对我心存怜悯？我已经分不清，也懒得去分辨。餐桌上，母亲开始为3个儿子挪菜，关切问候：“栋梁，多吃点这个鱼，补补脑子。家国，这个排骨炖得烂乎了，你尝尝。国平，你也别光喝酒，快吃点菜。”仿佛餐桌上只剩下他的3个宝贝儿子，忙碌一天的我，以及一直试图维系我形象的童志强，统统成了无声的背景。过年嘛，图个全家团圆，就算心中像电视剧一样上演《甄嬛传》，脸上也得挂着春晚般的笑容。我默默扒拉着早已凉透的米饭，味同嚼蜡，心中五味杂陈。这顿年夜饭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就像喉咙卡着一块硬邦邦的鱼刺。真正点燃心火的是初2那天，
按传统，初二是出嫁女儿回娘家的日子，也是亲友们互相拜访的时刻。我们家自然也不例外，姑姑、小舅舅、几个姨妈全部迎门而至，客厅里座无虚席，瓜子、花生、糖果、糕点铺满一桌，笑语不断，比除夕还要热闹非凡。我依然奔忙不停，倒水盛茶，削水果，忙着应付每一位亲戚。席间，不知是谁提起了养老的事，姑姑性格直率，她拍了拍我的手，满脸真诚的夸奖说：“我们沈静和真是个孝顺的孩子，把你妈照料得白白胖胖，气色红润。你们看看，这十里八乡，能有几个女儿做到如此？你这几个哥哥真是福气不浅。”这话本意是夸赞，是对我的认可，但在我妈耳中，却像是一触动了某个开关。她立刻拉住姑姑的手，原本带笑的脸瞬间阴沉下来，眼眶一红，声音也带上了哭腔，像是在拉开一幕精彩的戏剧。你说的好听，可你根本不知道啊！她开始一边抽泣，一边控诉我所谓的罪状。她现在脾气可是大得很啊，简直是一点点都翻天覆地。昨天我让她给我削个苹果，她磨蹭了半天，递到我手里时，脸都拉得很长，好像我吃了她多大的亏似的。其实我在厨房洗碗，让她等一下。前几天晚上，我想多看会儿电视，只是9点多点，她就啪的一下把电源拔掉，说老年人要早休息。这算是关心我？不，是管着我，嫌我浪费电，实际上是提醒他该吃药睡觉。医生说要规律作息。再说花钱也是一掷千金，我建议买点实惠点的菜，他偏要去超市买贵的，非要买有机的。我看他就是想吃好，打着我的旗号，我那点退休金差不多都被他败光了。其实剩下的钱大多是我和童志强出的钱，用于买生活必需品和改善伙食。他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委屈诉苦变成了声嘶力竭的控诉，仿佛我像个十恶不赦的虐待者。还不如我那3个儿子，你看他们虽然忙得不可开交，没时间天天守着我，但心里常惦记着我，逢年过节带回一大堆礼物，而不像他，人在跟前，心早就飞到天涯海角去了，巴不得我早。他说到这里，忍不住哽咽一声，用袖子抹去虚无的眼泪。整个客厅顿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亲戚的视线都集中在我身上，那些目光中有惊异，有疑惑，也有怜悯，但大多带着一种不关心、等着看戏的冷漠态度。我站在客厅中央，手中还端着刚泡好的茶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状态，脸上的火气像被人当众狠狠扇了几耳光一样，烧得难受，血液倒流，涌上了头顶，耳朵里嗡嗡作响。我条件反射般望向我的3个哥哥，长兄沈栋梁皱着眉头，手中端着茶杯，目光飘向窗外，好像在研究天上的云彩。二哥沈家国目光闪烁，随手拿起手机，装作在关注什么重要信息。3哥沈国平则低头专注地看着地板上的花纹，好像那里隐藏着天大的秘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发声，没有一个人竟敢质问母亲话语中漏洞百出的地方，一点也没有。他们选择了静静的沉默，默许，甚至可以说是放纵。母亲用最狠毒的话语，把我10年来的所有付出贬得一无是处，踩得粉碎。那一刻，我清楚地感觉到心底某个坚硬的地方咔嚓一声碎裂。10年的忍耐，10年的奉献，10年的牺牲，在母亲含泪控诉，哥哥们的冷漠沉默中，变成了一个荒唐的笑话，一个荒谬至极、
令人心碎的笑话。那一瞬间，我妈嘴里吐出的不是真话，而是10多年积累的刀锋，狠狠刺进我心，仿佛还嫌不够，非得当众展示我身上的千疮百孔。我再也无法维持那虚假的平静。我放下茶杯，茶水溅出几滴，在古旧的红木茶几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像是泪水般晶莹。我转身，毫不留情地走进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将喧闹的客厅和那些或同情或取笑的目光隔绝开。背后紧贴着那冰凉的木门板，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支撑摇摇欲坠的身躯。眼泪像断线的珠子般无控制地滚落下来，不是委屈，也不是伤心，而是一种被最亲近的人用最残忍的方法狠狠背叛、抛弃后的彻底失望和愤怒。10年，整整10年，我像个永不停歇的陀螺，围着它转动，绕着这个家旋转。我放弃了曾经的梦想，牺牲了事业的追求，忽略了丈夫的感受，甚至几乎忘记了自己是谁。我曾经相信自己的付出，即使无法换来同等的爱，也至少值得得到一点点尊重和认可。然而，现实却是怎样呢？现实是，在母亲的眼中，我所有的善意都变得理所当然，所有的错误都应当受到谴责。在哥哥们看来，我就是那个能无限度消耗、随时用尽、被随意抛弃的免费帮手。我盯着镜子中那个脸色泛黄、黑眼圈深重、目光暗淡的女人，仿佛是遇见了另一个人。沈静和，你到底在坚持些什么？是为了这份早已变质，甚至变成攻击你的武器的血缘亲情吗？凭什么？仅仅因为我是女儿，仅仅为了那所谓的孝顺，去他的理应如此。那一瞬间，我心中那些一直紧绷着、撕扯着，让我痛苦不堪的东西，终于彻底断裂了。没有撕心裂肺的疼痛，反而是一种奇异的，像破釜沉舟般的释然。哀莫大于心死。房门被轻轻敲响，童志强推门而入，手中拿着一包纸巾。他没有说那些无力又苍白的安慰话语，只是静静地将纸巾递到我手边，然后轻轻地握住我的肩膀，用他那沉稳的语调说：受够了，就别再忍着。他直视我的眼睛，目光坚决地说：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这个家不能只有你一个人扛，你还有我。他的话像一束温暖的光，瞬间驱散我心中的寒意与迷茫，犹如一剂强心针，注入我早已枯竭的心脏。没错，我不是孤单一人。我抹去眼角的泪水，看着镜子中那虽显憔悴，却重新凌厉起来的自己。哀莫大于心死，但死透了，反而能够浴火重生。恭喜我母亲，她亲手点燃了我的钮祜禄静模式，是时候让他们尝尝苦头了。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一下凌乱的发丝和衣角，挺起背脊，重新推开房门。客厅里面气氛依旧僵硬，尴尬的令人窒息。亲戚们愣愣地坐着，喝着茶，聊着无关痛痒的话题。我母亲还在低声抽泣，偷偷用目光观察着我的反应。3个哥哥就坐在沙发的另一端，脸色各自不同。大哥似乎有些不耐烦，二哥若有所思，而三哥依然那副谦恭的模样。看到我出来，所有人的目光再度集中到我身上。我直直走到客厅中央，环视四周，即使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确保每个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妈，我先望向仍在演戏的母亲，您刚才说的没错，我的照料确实不到位。我看到她微微一愣，抽泣声也随之停滞。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坦白。我脾气暴躁，手脚笨拙，花钱大手大脚，让您受到委屈了。
我继续平静地表达着，语调中没有一点情绪，像只是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事实。随后，我暂停了一下，目光缓缓移向侧坐的3个哥哥。既然哥哥们都如此孝顺，这么懂事，让您放心，让您安心。我故意拖长了语调，带着一丝淡淡的讽刺。那么，照料您的这份繁重任务，我看还是交给哥哥们更合适。这一句话一出，客厅顿时陷入死寂，仿佛空气都变得凝重。大哥猛地抬起头，锐利的眼神立即锁定我。二哥的笑容僵硬在脸上，无错。3哥也惊讶地张大嘴巴。我没有理会他们的反应，继续用那种激进冰冷的语气补充：我已经陪伴母亲10年了。10年的时间，所有应尽的孝心，所有的养育之恩，我觉得我已经尽到了极限。从下个月开始，我清楚的一字一顿地说：大哥、二哥、3哥，你们3人轮流照顾母亲，每人4个月，刚好轮回一次。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公平合理，既体现了儿子们赡养老人的法定义务，另一方面也能让母亲真切感受到她心心念念最疼爱的儿子们的孝心到底有多么细腻体贴。大家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话刚落，客厅的死一样的寂静瞬间被打破，像沸腾的水突然翻腾，彻底炸裂。我妈第一反应不是惊愕，而是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指着我的鼻子，尖刻的质问：沈静和，你这是不孝女，你这是要逼死我啊！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你竟然要把我推开，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大哥沈栋梁也噌地站起来，脸色涨得通红，怒声呵斥：沈静和，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们兄弟手粗脚笨的，怎么能照顾老人？再说我们工作都很忙，哪有时间？是啊是啊，二哥沈家国也急忙附和，脸上的笑意全都消失，变成了慌乱和焦急。静和，别冲动，有话好好说。妈妈年纪已高，跟着你们习惯了，总是来回更换，老人身体受不了啊。3哥沈国平抬起头，望着这边那边，嘴唇动了好几次，终究没敢说出什么重话，只是喃喃自语：静和，这样做难道合适吗？亲戚们也都面面相觑，小声议论着，脸上写满了惊讶与无措。整个家庭顿时陷入一片慌乱，看着他们脸色骤变，听着他们慌乱中的辩解与指责，我心中竟涌现出一丝暗暗的快感。不好意思，这份伺候人的福分，你们以为只有女儿才享得了，如今轮到你们亲自尝尝了。春节刚刚结束，年味还没有散尽，我的3个好哥哥就迫不及待地在我家客厅召开了一场所谓的紧急家庭会议，当然是在我家举行的，因为我妈还住在我这里。客厅里烟雾缭绕，大哥沈栋梁一根接一根的点燃香烟，眉头紧锁像块石头。二哥沈家国端着茶杯，不停地喝水，视线飘忽不定。3哥沈国平坐在沙发边缘，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裤缝。嫂子们也都到场，大嫂板着脸，二嫂嘴角挂着一丝看戏的笑意，3嫂则低头不语，神色难辨。童志强静静坐在我身旁，手背轻轻附在我的手上，无声地给予我力量。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反对我那荒谬的提议，让我继续担负照看母亲的天职。嗨嗨，大哥清清喉咙，摆出长兄如父的架势，率先发声，语调满含深意：静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让妈轮流住在不同地方，这对他来说是不是太过折腾？他用力把烟蒂按进烟灰缸，声音也变得更高。
而且这样传出去多难堪，我们陈家还能不能有脸面？让别人知道，不是会戳我们的脊梁骨吗？说我们不孝，把老妈全部推给妹妹照顾，现在还不愿意轮流。他试图用孝道和家族荣誉这两座大山来压迫我，可惜这两座山我已经扛了整整10年，早已麻木不仁。大哥，我平静地迎上他的目光，脸面的事情是自己争取来的，不应该用牺牲妹妹来交换。妈轮流住又有什么不对？难道说儿子的家就不是家吗？还是说兄长们的门槛太高，连亲生母亲都无法踏入？对于别人的议论，我微微一笑，带着几分冷峻。他们只会说，陈家的儿子终于学会了担负责任，这才是天经地义。法律上，子女都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可并没有说这个责任只限于女儿。我当场戳破了他虚伪的道德绑架。大哥被我的话噎住，脸色变得更加难堪。二哥沈家国见状，赶快出来调和局势，脸上又挂上他那一贯的善意调解者的笑容。哎呀，大哥你别激动，静和也不是那个意思，对吧？他也只是为了10年的辛苦，有点委屈，发点牢骚，说点气话。他回头看向我，语气温和的像在哄调皮的小妹妹。静和啊，我知道你很辛苦，不过妈年纪大了，脾气有时确实急，你多多包涵吧。我们作为儿女，难道还能跟妈计较不成？你看，妈跟着你们，我们心里都踏实，也省心，是不是？他试图把我的坚决看作感情用事，把我的要求简单归结为发牢骚，轻轻一带过去。二哥，我打断他，声音不大，但语气里满是坚决。这不是发牢骚，也不是火气，你们不能忽略我10年的心血。10年，3600多个日日夜夜，我的青春，我的事业，我的生活，全部都献给了这个责任。我直视着他，毫不让步。现在我已厌倦了，我需要重新掌控我的生活，同时也希望你们作为弟弟们尽快承担起早该承担的责任。这不是情绪问题，这是责任的分配。难道我这10年的奉献就能用一句轻飘飘的发牢骚来一笔勾销抹去吗？二哥脸上的笑容渐渐消退，目光躲闪不安，端起茶杯猛喝了一口，试图掩饰心中的尴尬与内疚。至于你们说的，我的目光扫过3个哥哥，那些男人不会照顾人的话，现在听起来多么可笑。这都是什么年代了，还用这样的借口？不会学不是难事吧？会做饭吧？洗衣服总没有难度吧？实在不会的，也可以请个家庭帮手。你们3兄弟，再加上3位嫂子，总共6个人，难道还不能想出一个照料老人家的好办法吗？别再用你们工作的忙碌、疲惫、家庭的压力作为借口。我的声音猛然变得更为激烈，带着10年的压抑与愤怒质问：我难道不忙吗？我没有自己的家庭，这10年来我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我的事业受到了瓶颈，我和童志强的交流也越来越少，谁替我考虑过？你们忙于升官发财，忙于培养后代的优才，难道就没有想过是谁在背负着为人子女的最基本责任？一连串的质问如同火炮般轰击在他们身上，没有一丝反驳的余地。我的逻辑清晰，条理分明，将他们所有可能的推辞都堵死了。客厅突然陷入难得的寂静，大哥面色发青，呼吸变得粗重，二哥低着头，指尖不停地摩挲着茶杯边缘，三哥更是祈愿自己瞬间消失，任由自己蜷缩成一团。看着他们尴尬而草率的表现，心底毫无动摇，甚至觉得有些可笑。以前怎么没意识到，
我的这几位哥哥其实不擅长演戏，真是浪费了他们的才华。就在这一片尴尬对峙的关键时刻，一直保持沉默，默默观察局势的我妈顿时登场亮相。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向我走来，眼睛模糊中带着满满的泪水，开始用手捶打自己的胸口，哭腔满满，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她声音拉长，像一出戏的高潮，辛辛苦苦抚养4个孩子，到老了还希望能稍享一些清福，可结果呢？结果是我那个亲生女儿竟然要把我推得远远的。我还能活着意味着什么？死了算了，死得干干净净的，也不用在这里惹你们不满，成为你们的负累。她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偷偷用余光观察我的反应。这招她玩了10年，每次我稍有不满或者让她不满意，她就会这样用眼泪泼我冷水，令我心软，感到亏欠，然后对她更加关心，用以弥补我在孝顺上的不及格。可这次她的算盘打错了。我静静地看着她的表演，心中没有任何波动，甚至觉得有些厌烦。她的哭闹对我没用，顿时调整了情绪，言辞一转，开始明确表达对我的偏袒和指责。我非得跟着静和走，不去任何别的地方。她语调变得坚决，眼泪也早已收回。她虽然脾气不好，偶尔还有点笨，但终究是个女人，心思细腻，这总比你们这群粗人强多了。她转身面对自己的兄长们，语气里满是理解和怜惜。你们这些哥哥们，工作又忙又累，回到家还得照料孩子，陪应酬，经常奔波，哪有那么多精力照顾我这个老太太？家里那堆事还不够你们操心的，让你们轮流照顾我，那不是要把你们的命耗光吗？他一针见血地指向我，眼神犀利如刀。沈静和，你怎能这样狠心？怎么能这么不懂事？你是不是非得搅得家里乱成一锅粥才算满足？这就是他所谓心细如发的女儿心，这就是你们都太忙累，怕你们的命要丢在这儿了的借口。在他眼中，我付出的一切似乎都不算数，我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被视作微不足道，我所承受的疲惫竟理所当然的被忽略。10年来，他从未用一颗真心去体会我1分1毫的苦楚，他的心早已偏向了自己钟爱的儿子们。妈，我冷静打断他的指责，语调平和，却带着穿透一切的冷峻。您自己心里也清楚，那些哥哥们不愿意照料您，或者说，您觉得他们的能力远不及你想象中的那么强。可我也是你的孩子啊，我同时工作，有家庭责任，也辛苦了整整10年，凭什么他们的忙碌、疲惫就成为理所当然的借口，可以理直气壮的逃避责任，而我的付出就应永无休止？你一直口口声声说心疼儿子，却从未多顾及过我这个女儿的感受。我向前迈了一步，直视他的眼眸，一字一句问道：妈，凭你良心说说，这10年来，我对你亏欠过你些什么？他的目光开始闪烁，嘴唇哆嗦着，却无法吐出一句话。既然你觉得跟我在一起很委屈，跟着你那心爱的儿子们又要拼上性命，我冷笑回击，那就别争了，按轮流来，好不好？大哥家4个月，二哥家4个月，三哥家4个月，谁也不要抱怨，谁也不许逃跑。以前我一哭就软弱，现在他越哭越用力，我心里只剩下一首 BGM， 你想听我演出的戏码，假装完全不在意。我态度坚决，让母亲和兄弟们都意识到，这一次我是真的下了决心，不是随便发脾气。家庭的风暴在不欢而散中结束。几天之后，大哥沈栋梁带来了救兵，大姑即我父亲的姐姐与小舅舅
我母亲的亲弟弟被请到了我家，名义上是要调解家庭纷争，实际上却是要给我施加压力。餐桌上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仍在我家，我亲手做的饭菜，气氛紧绷。大姑先开口，语重心长：“静和啊，不是姑姑说你，你看你妈把你抚养长大，多不容易啊，吃尽千辛万苦的。现在她老了，身体也不好，你多点忍让，好不好？”小舅舅也站出来帮腔：“就是啊，一家人和睦相处才是正道，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沟通，非要弄得这么紧张？你都照顾了这些年，习惯了吧？再坚持一段时间，行不行？”他们两个一前一后，谈话像车轮辗转转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话：“你是女儿，便应多付出，哥哥们都很忙，你也要体谅，家和万事兴，你要考虑大局。你已经奉献了10年，再多10年又算得了什么？”核心的意思只有一个，让我继续牺牲，来维持这个家庭表面的和谐。我耐心倾听完他们的话题，然后放下筷子，轻视嘴角，脸上挂着既礼貌又疏离的微笑。“姑姑、舅舅，你们说的这些大道理，我都明白。”我语气平缓，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正因为我知道妈妈抚养我们兄妹不易，所以我才心甘情愿地守护了10年。但我转而说道：“养老是所有子女共同的责任，不应只是我一个女儿的负担。法律上写得很清楚，儿子和女儿都负有平等的赡养义务。我已经承担了10年的责任，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现在也该让我的3位哥哥担一担这个责任了。这不是抱怨，这是真正的公平。这不是坚持还是放手的问题，而关乎公平与否。”我望着他们，眼神清澈而坚定。如果姑姑和舅舅认为我这一决定不妥，觉得哥哥们太忙太累，那就请你们两家谁愿意替我大哥、二哥或3哥分担那4个月的责任。我的话刚落，刚才还滔滔不绝的姑姑和舅舅猝然像被卡住喉咙的鸭子，瞬间哑口无言。姑姑端起茶杯，微微一颤，眼神飘忽不定。小舅舅则伴随着轻咳几声，开始推卸责任：“哎呀，今天的鱼烧得很好，你静静，你的厨艺越来越棒了。”呵，在别人劝人宽容付出的时刻，个个都成了模范。一旦触及自己的利益，哪怕只是个假想的可能，就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亲戚的话就像掺了水的烂泥，黏黏糊糊，表面上试图弥合裂痕，实际上只是硬要把我这块棱角分明的硬石头强行按回那一潭不公平的泥浆中，再强行糊弄过去。抱歉，我这块坚硬的水泥块现在不打算配合了，硬不了，软的也就不了。亲戚的推脱也只能碰一鼻子灰。我的3位哥哥终于意识到我是真的下了狠心，他们开始聚在一起，关上门暗中商量。虽然我听不见具体的内容，但偶尔从门缝飘出的吵闹声中，隐约能听到一些关键词：凭什么我先？请保姆？谁出钱？你家地方大，你当先？我孩子要高考，没功夫。明显在涉及到具体责任和利益分配时，所谓的兄弟情谊也变得虚假起来。内部的矛盾堆积如山，没有人愿意成那个冤大头。2天后，大哥沈栋梁作为代表再次找到我，这次他的态度明显变得温和一些，脸上甚至挂出了一丝不自然的笑容，但那笑容怎么看都别扭，像是在勉强挤出来的。静啊，他搓了搓手，语气中带着试探和不情愿。我们哥仨也商量过了，妈跟你在一起确实是习惯了，我们也挺放心的。要不，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他稍作停顿，
仿佛在权衡措辞，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以后呢，我们每月会多给你3000块钱，就算是我们请你帮忙，继续照料妈。你觉得这个可以吗？3000块，每月3000，一年36000。哼哼，他们以为我这10年的青春、事业、时间和付出就值每月3000。他们觉得金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他们以为我闹出这个动静就是为了多要点钱。大哥，我没等他说完，直接打断，语气变得冰冷且无情。这根本不是关于钱的事。如果用钱能解决问题，我10年前就不会辞掉那份外企的工作了。那份工作的年薪足够请2个保姆，还绰绰有余。我所要的从来就不是金钱。我注视着他，用每个字都清晰的表达，我渴望的是公正，是你们作为子女理应承担的责任，是我那被耽误、被折磨了10年的生命，终于能找到一丝喘息的空间和应得的尊重。那3000块钱还是留着吧。我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可置否的坚定，用来支付将来妈妈在你们家生活的费用，或者请个保姆的开销。下个月1号，我盯着墙上的日历，发出最后的命令：不到10天的时间，你们必须给我一份详尽的轮换计划和交接流程，否则……我犀利的眼神扫过他，以及他背后可能代表的另外2位哥哥，别怪我届时把妈妈直接送到你们其中一家的门口。我的眼神与语气都在告诉他，我没有在开玩笑，不容许任何商量的余地。试图用钱打发我，呵呵，把我10年的青春和心血算成每月3000，你们这算盘，连阎王都得问你们珠子究竟在哪儿买的。大哥的脸色突然变得复杂，脸上一阵潮红，一阵发白，嘴巴微微张开，却一言不发，只能愠怒的离开。我心知道，这场战斗最难的部分才刚刚开始。距离约定的交接日期只剩3天，大哥沈栋梁突然带着全家登门。他的儿子小凯抱着游戏机蹦蹦跳跳，大嫂王秀兰挎着名牌包，脸上挂着虚假的热情，一进门就夸张地说：“哟，静和啊，我们来看看妈，顺便商量商量照顾她的事儿。”我妈坐在沙发上，眼神里闪过一丝得意，仿佛在说：“看，还是我儿子靠得住。”大哥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静和，我们想了想，轮流照顾确实不太方便。你也知道，我经常要出差，家国的生意忙，国平又要辅导孩子功课。”我冷笑一声，还没等我开口，大嫂就抢着说：“就是啊，我们男人粗手笨脚的，哪能照顾好妈？再说了，妈在你这儿住习惯了，换地方她老人家肯定不适应。所以呢？”我平静地问，眼神冷冷地扫过他们。大哥搓了搓手，说：“我们商量了一下，不如这样，妈还留在你这儿，我们每月给你5000块，比之前说的还多2000，你就辛苦辛苦，继续照顾妈，怎么样？”我站起身，目光如炬：“大哥，我再说最后一次，这不是钱的问题。你们以为5000块就能买断10年的责任，就能弥补我失去的青春和事业？”我转向我妈：“妈，你不是总说儿子好吗？现在就让他们也尽尽孝心，体验体验照顾人的滋味。”我妈脸色一变，又开始抹眼泪：“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生了个不孝女，要把我推来推去，够了！”我突然提高音量，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10年了，每次一闹矛盾你就这招，我受够了。明天开始交接，谁也别想躲。大哥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猛地站起来：“沈静和，你别太过分了，别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
说完，带着家人气冲冲的走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整理母亲的东西，衣服、药品、日常用品，每一样都分类打包好。这时，二哥沈家国突然来了，手里提着一堆保健品，脸上堆着笑。小妹啊，哥知道你委屈，这不特意来赔罪了。我没理他，继续收拾东西。他尴尬的笑了笑，接着说，哥确实忙，你也知道，公司最近有个大项目，实在抽不出身。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多出点钱，找个专业保姆来照顾妈，你就轻松些，也能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我直起身子，直视着他的眼睛。二哥，你以为钱能解决一切？10年前我放弃外企的工作，回来照顾妈，是因为我觉得亲情比什么都重要。可这10年，我得到了什么？你们的一句辛苦了，还是妈妈的指责？小妹，你别这么说，我们都记着你的好，记着。我打断他，记着就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明天开始，妈去你家4个月，一天都不能少。要是照顾不好，别怪我不客气。二哥的脸色变了又变，最终无奈的叹了口气，放下保健品走了。交接当天，场面一度混乱。我妈坐在沙发上，哭闹着不肯走，3个哥哥站在一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愿意先开口。妈，别闹了。我冷冷地说，今天必须按计划交接。大哥，第1个月，你先带妈回家。大哥脸色阴沉，凭什么我先？就凭你是老大。我毫不客气地说，难道你连这点担当都没有？大哥被我对得说不出话，只好硬着头皮把我妈扶上车。临走时，我妈还在大喊，沈静和，你会遭报应的。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的车远去，心里五味杂陈。10年的朝夕相处，虽然充满委屈，但突然分开，还是有些不舍。但我知道，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步。大哥家第1个月过得并不顺利，才3天，他就打电话来抱怨，妈这也不吃，那也不喝，整天发脾气，我根本没法工作。我冷冷地说，慢慢适应吧，我照顾了10年都没说什么，你才3天就受不了了。1周后，大嫂王秀兰找上门来，一进门就开始抱怨，沈静和，你妈太难伺候了，每天要吃现熬的粥，半夜还总喊着要喝水，我们都快被折腾死了。我淡定地说，这很正常，我照顾她的时候比这还辛苦。你们既然享受了儿子的好名声，就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大嫂气得跺脚，你这是故意为难我们。为难？我冷笑，我这10年才是真的难，你们现在受的这点苦，连我的1/10都不到。1个月很快过去，轮到二哥家。二哥吸取了大哥的教训，请了个保姆帮忙，但没想到我妈根本不买账，3天2头就把保姆气跑。二哥无奈，只能自己上手，每天累得腰酸背痛。有一次，我去二哥家看望母亲，正撞见他在发脾气，把碗摔在地上，这做的什么饭，比猪食还难吃，我要回静和那儿。二哥站在一旁，满脸无奈，妈，你就别为难我了，我已经尽力了。我走过去，平静地说，妈，你不是说儿子好吗？现在怎么又不满意了？我妈看到我，突然又开始抹眼泪，静和啊，还是你好，妈错了，你接我回去吧。我不为所动，妈，既然出来了，就按规矩轮流，你再这样闹，以后谁还愿意照顾你？3个月后，轮到三哥家。三哥家条件最差，房子也小，为了安置母亲，特意把孩子的房间腾了出来。我妈一开始还嫌弃三哥家简陋，但看到三哥和三嫂每天忙前忙后，
细心照顾，态度也慢慢缓和了。4个月的时间转眼即逝，母亲又回到了我家。这次她的态度明显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挑剔，甚至主动帮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母亲突然叹了口气：“静和，妈以前太糊涂了，总觉得儿子才是依靠，忽略了你的感受。这4个月，我才知道照顾人有多不容易，也明白了你的辛苦。”我看着母亲，心里百感交集。10年的委屈，在这一刻似乎都有了意义。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大哥又开始作妖。他找到我说：“小妹，我觉得轮流照顾太麻烦了，不如还是你一直照顾妈，我们每家每月给你6000块。”我还没开口，母亲就抢先说：“栋梁，你别再说了，我不想再折腾了，轮流挺好的，让你们都尽尽孝心。”大哥没想到母亲会这么说，脸色瞬间变得难看。“妈，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我这不是往外拐，是实话实说。”母亲语气坚定：“这4个月，我看到了你们的辛苦，也明白了静和的不容易，以后就按规矩轮流，谁也别想偷懒。”大哥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灰溜溜的走了。从那以后，虽然偶尔还会有小摩擦，但轮流照顾母亲的制度总算稳定了下来。哥哥们也渐渐理解了我的感受，开始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1年后，我重新回到了职场。虽然离开多年，但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不服输的精神，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在一次公司聚会上，同事们聊起家庭，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平衡工作和照顾老人的？”我笑着说：“其实很简单，就是让每个人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亲情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全家人的共同付出。”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过去的10年，那些委屈、泪水、愤怒，都成了我成长的垫脚石。如今的我，不仅找回了自己的事业，也让家人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责任和担当。而我的母亲，在经历了这一切后，也变得更加通情达理。每次轮到她来我家，都会主动帮忙做家务，还会和我分享她在哥哥们家的趣事。有一次，母亲拉着我的手说：“静和，妈现在才明白，女儿和儿子一样重要。谢谢你，让妈有了这个觉悟。”我抱住母亲，眼眶湿润了。10年的风雨，终于换来了这一刻的温暖与理解。生活还在继续，未来也许还会有新的挑战，但我不再害怕，因为我知道，只要坚守自己的底线，勇敢的为自己发声，就没有过不去的坎。而那段波澜壮阔的孝道之战，将永远成为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时刻提醒着我，在亲情面前，既要懂得付出，更要学会为自己争取应有的尊重。后来，哥哥们也慢慢习惯了照顾母亲的生活，他们开始理解我曾经的辛苦，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逢年过节，我们兄妹4人会带着家人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顿饭，聊聊家常。大哥的儿子小凯，以前总觉得姑姑照顾奶奶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却经常对他妈妈说：“妈妈，以后我也要好好孝顺奶奶，像姑姑一样。”听到这话，我心里暖暖的，觉得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二哥的生意虽然依旧忙碌，但他学会了合理安排时间，在照顾母亲的同时，也能兼顾家庭和事业。他常常感慨，以前总以为赚钱最重要，现在才明白，家人的感情才是最珍贵的。三哥家的日子虽然还是过得紧巴巴的，但因为母亲的到来，家里多了许多欢声笑语。三嫂说：“
妈来了之后，家里更像个家了。而我在工作上越来越得心应手，还被提拔为部门主管。童志强也为我感到骄傲，我们的感情比以前更好了。周末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去看电影、爬山，享受属于2个人的美好时光。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鼓起勇气反抗，现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我还在日复一日的照顾母亲，忍受着她的指责和哥哥们的冷漠，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但幸好我选择了抗争，这场抗争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整个家庭的氛围。它让我们明白了，亲情不是一方的无限付出，而是彼此的相互理解和包容。多年后，当我们兄妹4人围坐在母亲的病床前，回忆起那段往事，每个人都感慨万千。母亲已经白发苍苍，但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幸福和满足。她拉着我们的手说：“谢谢你们，让我在晚年感受到了真正的亲情。”我看着哥哥们，他们也看着我，我们都笑了。那笑容里有释然，有感动，更有对未来的期待。